在湖北利川的深山里，发现一个巨型山洞，洞内深度长达80公里，有人在里面走了7天7夜都没有走到尽头。里面有无数条支洞，其中有一条洞可以直通重庆，洞内有暗河、古城墙、悬空木栈道和人类生活过的痕迹，而且在洞口的前半部分还可以开车前行，感觉非常的神秘。接下来就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乐。现在我们来到湖北利川的大山里面，我的身后就是檀香洞。这个山洞的深度它长达80公里，当地有人在里面走了7天7夜都没有走到尽头。据说它的另一侧出口就可以到达重庆，里面还有人生活过的痕迹，听起来就特别的神秘啊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它这里面居然可以开汽车，感觉特别的好玩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到山洞里面去一探究竟。我们看这个山洞的高度，它有30米左右，宽度有10多米吧。它左右两边还有侧洞，这个侧洞就没有多深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我们到这个主洞去探索一下。当地村民说，另一侧的出口就可以到达重庆，这个我感觉有可能相信吧，因为这个位置就是湖北利川跟重庆石柱县的交界处。从我这个位置，然后到达石柱县的冷水镇，它就只有几公里。所以说它的出口是重庆，我感觉还是有可能的。现在我们把车停到边上，我们人走进去吧。我怕一会儿里面不能掉头，把车倒出来就比较麻烦了，因为它里面比较黑没有灯的。我们看到这个地上有很多的车轮印，也是有人开车进去的。哇，这个位置怎么感觉有股很难闻的味道？哦，当地的村民他们放的这些是猪粪还是牛粪吧？然后用袋子给它装起来，放在这个地方，他们用来做肥料的。这里还有人放了一些，这边是那个玉米杆，还有这个竹子放在这里的。我们进去看一看，它的上面呢也是在滴水的。一般这种天然的溶洞里面嘛，它都会有水滴下来。你看这个位置就在一直滴水。这条路不知道进去有多深了，我们就沿着这条公路往里面走吧。而且这里还有水管，这里面是有水的，就外面这个村子他们喝的水就是从这山洞里面引出去的。我们来这种地方玩了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因为这一段距离的话是当地他们开发过的吧，就是这个路是他们进来修了一条路进来，因为当地的村民他们会进来取水嘛，就是从这里面引水出去。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吧。其实走在这种山洞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因为这里面嘛，一切都是未知数，感觉特别的神秘啊。这个路还是比较宽的，这应该有个6米左右吧，这个路5、6米肯定是有的。哎，这里面这一段路还挺好的了，这一段路的话，感觉轿车都能开。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水管，就是他们引水的。哇，这个地方好宽阔啊，感觉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踢足球了。哎，他们这个水管怎么这么高了？我怎么感觉这上面这个是电线呢？我还以为是水管，上面这个好像是电线。你们看，这里面拉电线干嘛呢？拉了2条电线进来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里面现在应该是没有人居住的，他们居然把电线都拉进来了。走到这里啊，我听到很大的溪流的声音，就是水流声嘛，特别的大。这里面感觉有一条河吧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你们看这个电线，从这里拉进去的。哎，顶上这条电线干嘛去了？看顶上那里拉到顶上。哎，它这个很奇怪，你们看到没有？那个电线从那里穿上去干嘛了？从那个小洞里面穿过去了，搞不清楚。我们往里面走吧。这一段路就是斜坡了，这个地方上来的话，不是硬派越野四驱车，感觉很难上来。所以说，想要开车进来还是比较要谨慎一点啊，一般的车就不要开进来了。这里面好高呀，你们看，到顶上的银币感觉有50米左右，50、60米。
在这个位置啊，能听到很大的溪流的声音。这边上我看到有一些木棍子，这个是干嘛的呀？哦，这个是他们以前搭的木架桥，搭的木架子。因为以前这个地方肯定是有水的，涨水的时候，然后他们搭这个的话，就沿着岩壁可以走进去。你们看，这里面有一条河的，这地上很湿润了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一条河，这个河水还是挺大的，非常的清澈，清澈的河水。你们看，这个是水管还是电线？下面是水管，它上面是电线。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吧。哇，这里面好湿润啊！这泥巴踩着软软的。你看这个位置，就是他们搭的木架子，他们就从这上面走进去的。以前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地方现在是枯水期，枯水期在下面都这么的湿润，要涨水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完全被淹没的。这个木架子看起来应该是最近几十年搭建的。以前这里面也是有生活的嘛，也是有人在这里面生活过的。我们慢一点了，你看这个全是这个泥巴，踩在上面还有一点粘人的感觉。哎，这个水还是有点浑浊的。刚开始在那边看不清楚，感觉很清澈，这样看的话还是比较浑浊的。我们往里面走，你们看这岩壁上也是在滴水，从这上面滴下来，特别的高。这个山洞，我们看看这个下方，我看到对面有城墙，你们看，对面真的有城墙。我们看看这里能不能过去啊？我们来看看这边，这上面有很多的水在往下面流。已经形成钟乳石了，很漂亮，很大的水流啊！你们看这个水，特别的清澈，这个地方像水泥一样的，看起来很光滑，但是踩在上面呢，它一点都不打滑，真的，踩在上面不打滑的。而且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钙化梯田，就像人们开垦的那种土地一样，一层一层的，特别的漂亮啊！这个地方一大片，晶莹剔透的感觉。这里面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它刚好开发到这里，公路就没有往里面再修了。这里面的话还有很深的，而且这个山洞啊特别的高，而且很宽阔。为了安全重要，我们还是往外面走吧，去看看对面那个城墙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下去啊。那边那个城墙应该是人为搭建的，它不是天然形成的。你们看，人为堆砌的石墙。以前这个地方应该是搭了有桥的，现在好像拆掉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涨大水的时候，这个水应该会特别的大。我们过去看一看，哎，这个水怎么感觉有点蓝色的感觉啊？有点泛蓝，我感觉。我们上去看一下，你们看这个石墙，这应该有5、6米吧，这个高度。上面看到还有人写的标号吗？那个是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这下面看不清楚。这个地方也是有石梯，从这里走上来，也是以前他们修好的路。这个位置应该就是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了。这里上去，哎呦，我们看这里写的啥？红色的标记号。这写的什么东西啊？一些数字。我去，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呀？烧坑。以前这个地方有人熬烧，你们看，这个地方是烧火的痕迹。这些有点发光的东西就是焦土，这里面就是焦土。哇，这里面好大的烧坑啊，超级大的一个烧坑。这个就是个古人熬烧的地方，你们看这些全是焦土。我们继续往这边走，
这里还可以下去，但是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吧？这里面还有电线，你们看，电线还在往这里面拉的。我们下来看一下吧，再走一点点吧。这个地方还在安全范围内，也是有人经常来过的这些地方，感觉，因为他们这个电线都从这里拉进来了。你们看是有电线，应该这一段它也是开发过的，所以说我们进来看一下吧，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，也满足大家的好奇心。哎呦，这里面有很多的水流，你们看，这里面的水它就比较清澈了。我去，这里面真的好宽阔呀！哎呦，你们看这个地方的水就非常的清澈。我们再走一段距离吧。再走几米吧，再走几米我就不走了，真的，我怕一会儿迷路了，不能走太远了，一个人。哇，这个地方也是有小坑，你们看，这也是很大的一个。原来这个地方全是敖孝老的天地啊！我去，这里面也还有小坑，你们看，这个小坑更大，哇！好大的小坑，这里面说实话挺热的。这个山洞里面它是反过来的，夏天冷，冬天热。我去，我怎么办？我还想上去，因为我看到电线还在往上面拉。我看到这个地方有石梯路，再走一点点吧。上面这个比较小，这个洞口，我不敢去了。哎，这里我们看一下这里。这里有搭了一堵墙，这里我们看干嘛的这个位置啊？你看这里搭了一堵墙，你看这里还可以上去的，那个电线往上面拉的。算了，我不敢再走了，我已经走进来估计2-3公里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如果你们实在好奇的话，下次我叫上几个小伙伴，我们一起再往里面走。哎呦，我终于从里面走出来了，这里面真的好热啊！山洞里面它果然是冬暖夏凉的，以前这里面也是有人居住的。我们看到有一些木栈道，还有人工堆起的那些城墙，还有很多的小坑。但是那个电线呢，还在往那个山洞里面的最深处拉进去，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呀？那个呢，我们只能下次再去探了。下次带上专业的工具，跟小伙伴约过来，我们再一起往最深处走。今天呢，我就走过这段路，都是开发过的，因为为了安全重要嘛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